我觉得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你比如说去上中科大少年班，如果不恢复高考，没有改革开放，那我也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但是时代这是我们的时代。您是一个早会的人哈，自己意识到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然后我能做什么选择，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也记不住，但我觉得，至少在我有选择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做选择。比如说当时上中科大，我是自己选择，因为我看了报纸，看了知道中科大有个少年班，是锻炼出来的。所以小的时候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强一点。有一个资料讲到7岁的时候，您一个人走了好远的山路去找到奶奶家。对，那种孤独的一个人找路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那种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感觉会非常的清楚？记得30里的山路还下雨，走了很长的时间，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恐惧，因为走路问人家怎么走，总有人告诉我，对吧？所以我也找到了。我想也许这样，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是很喜欢独处的，我很多的时间是，坐在电脑前面啊，或者看本书啊，比如我出差的时候，除非是必要的，我都不去，都是自己独处的。少年时代如果能有自己独处的那个时候，应该会对自己那个自我意识的觉醒会有一些帮助吧？我想是吧？那这件事情我其实自己没有太多想，特别严密的这种职业规划，我其实都没有。我很多时候是凭着我自己的兴趣，或者一个偶然的事件去做这些选择的。我是一直对新的东西特别好奇。12岁选择中科大，在这之前您那个读书过程也很神奇，就是可能这个跳班上或者经常换学校，按说不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到您这儿怎么就变成有利条件了？对，我觉得有利条件是我母亲是中学老师，所以说我可以跳级，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大家都不太学习所以我一学的话呢，给别人快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包括家里也有不少这个书包括过去这些书。那时候其实没什么学习气氛的，是学习当中的乐趣呢，还是母亲对您的要求？这更多是我主动。我母亲其实还一直讲，就是你再过几年再考吧，对吧？这个不急啊什么的。这个包括我在高考前面的1个多月，正好生了一个重病，我母亲其实说你就不用考了。那这个信念是怎么建立的呢？希望能见世面，对吧？希望和这个最聪明的这些人在一块儿吧。我母亲一直特别支持我，她会给我提供一些意见，但是所有的事儿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就是相信一个12岁孩子的决定，这个妈妈心也挺大。但是12岁离开家一个人到大学里生活，然后就是同学们都比你要大很多，那个是可以适应的吗？少年班的学生年纪都比较小，但我在少年班里面也是年纪最小的，从生活方面从学习方面都不容易。那个时候，刚去，独立生活能力还是蛮差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上课有些课或者有些地方我们不一定听得懂不一定听得懂。后来好了，就是第1年，特别的在纠结中。所以我现在不建议小孩太早上大学，像我的小孩就是正常年上大学的。就即便是学习就是学历够了，就是学习的能力够了，也不要那么早，没有必要，您觉得？我觉得没有必要，晚几年也可以，但我还是很感谢中科大对我的教育。那从这种把学习当成比较痛苦的这个过程对，到后来是怎么找到乐趣？第3年开始成绩就不错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一个是有一点兴趣了，第二点呢，可能还是有了一点悟性吧。就一开始，我不知道在学什么，就是在做题，后来没有把东西把它连在一块儿。我真正把它贯通起来是读博士期间，我才反应过来，我那时候学东西是这么个意思。需要融会贯通的一个时刻对。那在中科大，您觉得您受到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中科大呢是一个特别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大学，是个特别开放的一个环境整体是比较自由的。像杨振宁李政道有很多这些诺贝尔奖都去科大，都去我们班里面。
然后有很多这样的学术报告，有很多学术报告就是很多我能听我都去听，大部分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就是去听，感觉那个氛围，对我来讲是这个特别大的帮助。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宽的眼界，就可以看到这整个世界。你听了一个听不懂的讲座，貌似没有得到什么，但得到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个知识所能带来的。对，是的，是的，对。但是你总能了解一些东西，了解，但真的来讲，我觉得这种好奇包括更开放的一个心态、你的眼界或者格局，这个对我以后的不管科研也好或者是我的管理或者和人相处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其实都发生在您的人格养成阶段那时候。对，我从12岁到19岁吧，都在中科大。我大学然后有读研究生，才出国的。那选择专业这个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是电子工程？对，我们选择专业是我们可以选任何专业，我选无线电的，完全是由于这个我们那个老师，就无线电系的系主任，就每个老师都到上学班去，宣讲当时讲到相同的信息论，讲到这个控制论，讲到机器人，也讲到人工智能。当年的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第一次闯到您的脑子里吗？是的，所以那个人工智能和现在当然很大区别，就充满了好奇然后我就选到无线电系。我当时看了一个电影叫未来世界，里面所讲的东西，现在正在慢慢实现。它形成了一种召唤，是吧？一种召唤，也是一种预测。好的科幻的小说后来不仅变成现实，其实有些都变成了科学发明的一些根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步卫星这个构思是从科幻小说里面出来的。就将近30年以前，当一个这个10几岁的少年看一个科幻电影的时候，就很难想象过了30年之后，他已经处身在这个进程当中了，而且促成了某些东西的实现，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历程。对，所以当时我选的这那个时候我们无线电系其实包含通信，也包含计算机，也包含控制，都在一块儿，所以也有偶然的部分，也有我自己的选择的部分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这个路就差不多是一直通到今天，没有中间拐弯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分支了，但大的方向都是。7、8年的时候，那个社会气氛和大学里的这种气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充满无限希望、充满无限可能的时候，然后是充满未知的时代，也是一个求知若渴的时代。那个时候也很单纯，就是想学知识。您那个时候憧憬过未来吗？那时候就是想做一个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都是我的榜样。应该是7、8年年底吧，杨振宁、李政道都到我们班里去。就是少年班呢是李政道提一下成立的，然后杨振宁先生的话呢是他是安徽合肥人，然后对科大特别关注然后因为我呢是年纪最小的，所以我总是坐第一排，所以也受到的关注比较多。他们讲的东西我也不一定都听得懂，但是这个但我觉得这种对科学、对科学家的这种崇拜整个的向往当时是个最大的一个推动力。跟他们有过近距离交流吗？有过，对，他们比如说。他给班里的同学交往，有的时候会找几个同学去座谈一下，都有。对。那后来杨振宁先生也来到清华，您也来到清华，对，应该是这个友谊是一直持续了。在清华之前，我们就见过几面，后来就我们一起还合作，比如说当时他成立高等研究院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块儿还举办过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还一块邀请了很多的这些诺贝尔奖图灵奖还有菲尔茨奖到中国来做学术报告。您在中科大从12岁到将近20岁，对，这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的这个阶段。对，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留存在那里？现在基本上一些主要的，就是我的一些这个想法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包括对这个人的想法怎么去交往包括怎么去管理。其实管理和搞科研是一回事儿，其实是一回事儿。那这里边最简单共同东西就是第一性原理，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个简化和抽象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呢，其实他会每天会看数据也会看实验也会看着很复杂的这些公式但最终呢，你要知道这个最基本东西在什么地方，要把这些很复杂的东西能把它抽象把它抽象出来，简化的过程。你看杨先生，这个他的数学写的数学公式，他这个讲的这些理论包括像牛顿的、爱因斯坦的、Maxwell 的，就是我们这个自然，我们这世界其实是很美、很简单的这么一个世界。任何东西如果太复杂了，其实最后都不工作。最简单的、最美的这个东西，恰恰是真理。是的，是。同样在管理是，一个管理里面有很多人，越做得好的人，他讲话越简单。包括公司，大的公司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一个公司越复杂，一件事儿越复杂，都问题越大。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也是。就是怎么样能把它简化，然后抽象出这个问题，然后来解决那些问题，不要把你的时间花在那些零碎、一些小的这些微观上面。据说中科大还存留了您做的第一块电路板。那是我大学毕业的实习的那个电路板，对，做的确实是比较难看因为我的小的时候呢，动手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们那时候用电脑的时候还要纸带穿孔，一打错的话呢，就是重新打，或者是很复杂。然后我们上机时间就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的程序没有一个通过的，就是有些打孔老打错，就一上机就不通过，是吧？其实也不影响，是吗？对，那到了研究生阶段，我的动手能力就比较强了。您是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有目标吗？那我读博肯定是希望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和科学家。我86年去的，然后87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一个同学来找我，跟我讲，当时一个很新的，一个算法出来了，那这个算法呢是神经元网络，叫 Hopfield， 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就由于他这个 Hopfield 的神经元网络。然后呢，就我们两个学生之间做了一个研究，用这个 John Hopfield 的深层的神经元网络呢，做图像的增强。然后我们就写篇论文，投了好几个杂志，都被拒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包括神经元网络很不受待见。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深度网络都是基于这个神经元网络的。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没有，其实我也没有坚持下去。然后我就选别的方向了，视频压缩编码通讯。从读博开始到后面的您的第一份工作产生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成果，基本上都在视频传输、视频压缩。对，这个图像、视频的编码、压缩和传输。您解决了什么问题？视频呢是它本身的信息量特别大，需要特别大的这个存储和带宽，所以这时候压缩很多倍，实际上是上百倍甚至更多，才可以被存下来，才可以传输。它的难处是压缩之后会失真吗？就是压缩再再你压缩之后呢，你希望比如压缩100倍甚至更多呢，还能和原来差不多马赛克这个效应我当时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做一个视频压缩，使得它的这个保真率可以更高。我自己做压缩编码的算法，后来的话呢，我们很多人把它变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后来用到比如说卫星电视，高清电视，互联网电视、手机视频。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手机上自由地看这些视频，我们可以在家里边看高清的这种电视、电影，都是跟这个技术分不开的。对，这个技术是最关键的技术。您有很多的专利，还有发表过很多的论文，是不是跟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对，您的第一份工作也是
顺着这个路径下来的？我毕业是1989年底毕业的，然后从90年到94年，在一个叫 GTE 实验室 ，GTE Contel，GTE 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的一个电信公司。这个时候我做的工作就是，这个视频电话啊，我们现在当然看起来很简单，当年是很困难的。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高清电视，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用的高清电视。那当然，美国先做出来，有很多公司在一块儿做。那我自己是负责视频这个部分，因为这是个特别大的系统。后来当然成为美国的高清电视标准，然后以后呢，全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新的一些算法，但都基于当时的标准。现在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大量的都是通过视频和音频的方式来接收，是吧？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工作的话，可能今天对这种状况就可能不是现在这样。所以那些工作呢，是我们现在这个多媒体视频的一个基石。中国大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人格养成这些过程，然后对世界的向往。那到了那个读博这个期间，您觉得您在这个时候的成长是什么？我到了美国之后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原来学的东西呢，还是离散的。我去了之后，第一次把这东西都连在一块儿了，有一个顿悟时刻。因为我去的就前面6个月这个我发现我读很多东西就是发现好多东西原来是读过，但是呢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我就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把所有大学的这些课程我就复习了一遍，我就用英文复习的。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导师佩考斯和我沟通的一个方式吧。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我坐那儿看着他，他坐那儿看着我，因为我当时想，我的博士论文，你告诉我应该选什么样的课题，他在等我要选什么课题，所以从那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想这些事儿是应该我要主动想的，但那个时候，在学校可能老师对我太好了，好多事儿都是，咱们老师会想的，对论文什么想的比我还更多一点，那到那儿之后我就想更自主的这种科研的方式，是我要想做什么我有什么新的想法，我要做什么课题，更主动的有选择。做科研很重要一个，可能50%是问问题。1997年，就是您31岁的时候，当选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是这个协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院士，是因为就是您前面这些研究吗？对，因为他这个是对你很多年工作的一种肯定嘛，综合肯定。对，所以这个里面包括我视频压缩传输高清电视可能是最主要的内容。我得了之后其实很高兴，因为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说这个人是 Archery Fellow， 对我们来讲都是特别敬仰的。那时候您是不是了解这个东西在未来它的影响和发展前景？对，那个时候就已经了解，那时候很清楚。你想想看，第一个应用是电视，这里面包括高精电视，也包括比如微星电视。后来我做了一个东西，现在也在用，就是第一次也是和我们一个同事。他是在做无线通讯的，然后我们俩做一个工作，就是在无线网络里面，可以传输视频。现在比如手机可以看视频，其实也基于那个原理。但这个工作后来当然变化很多，但我们当时基础工作，我们当时发表了第一篇这样的论文。那1998年，也就是32岁的时候，获得了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给您写信褒奖。对，他这个奖就是每年都有，就是总统只要获奖者他就给你写信。我看到您资料的时候，我很惊讶就是您1986年的时候出国去美国读书，对，到1997年才第一次回国，不想家吗？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大部分也出去可能要回来都挺长时间的。有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同学或者老师想要一篇就是 IEE 的这个论文他都那什么，都是你给我寄过来吧。那时候当然已经开始有 email， 但是 email 都是特别罕见的事儿。
所以可以看到技术全球化的这种发展。是1997年才第一次再回到中国啊，那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回来的？一回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时候我还在桑拿夫，就是我其实回来呢，和我们这个广电啊或者电讯公司有这个合作啊。一方面当然了解国内的技术啊，还有整个产业的这个方向。我走的时候呢，其实国内还是比较，不管是基础设施也好，啊，还有学术环境，整个这个还是比较落后的。那我97年回来一看呢，充满了这种生气，包括我那时候记得我住在王府饭店，我一出来，首先都是人，然后你感觉每个人都特别开心，然后他们都想做事儿，比如说看到的原来同学，哎，咱们能不能有没有什么技术设个厂啊，或者我能不能到我的公司里，这些东西我公司能用啊？我其实这些年有好几次都是希望回来，回来呢都没有谈太拢，所以后来微软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回来我觉得挺好的。李开复到中国来创建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是的，相当于他是第1号员工的话，你差不多是第2号员工哈。那怎么就会一下想到你的？当时工作呢，还是就是很多人知道，然后呢就去打电话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兴趣，我说看看，然后打电话之后可能1个多月我就回来了。那有一种就是正好就正中下怀的感觉吗？没错，是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哎，一个是微软本身是个大的企业，是个全球化的企业，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盖茨本人对中国对研究院就特别的有很高的一个承诺，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对我来讲，也是提供一种缓冲啊，因为如果直接到一个国内的企业，我可能未必能适应。当时其实很多人在找我做什么呢？在国内创业，就是当时98年、99年开始，就互联网开始早期创业了，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还是做科研比较，就对我来讲比较合适。回到中国来做这个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个对您的人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决定，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他们认为冒风险很大。因为我在美国的科研做得挺好的，但对于我自己来讲还是挺自然的，因为我一直想回来，然后回来又可以继续从事科研，而且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上面做这件事儿。当时您在桑拿夫研究院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桑拿夫呢原来是 RCA 的一个研究院，这个桑拿夫就是发明 AM 这个通讯的人。所以后来这个他 RCA 的实验用他的名做实验室，实验室是在做这个电子方面最有名的实验室，包括无线电、彩电，包括我们的 CCD，包括这个 LCD，就是很早期一些显示的技术，液晶显示而发明的。当时在那面呢所做的工作是我组建了一个实验室。就叫多媒体实验室，一方面从事比如说高精电视互联网视频但同时呢又是一个也做产品，然后本身也是个业务单元，跨度还蛮大的了。经常别人问我说你怎么样从一个研究人员变成一个管理者？我说我从来没有改变，只是比如说原来我在做一个具体的项目，做一个点。后来的话呢，多几个人，就一个团队，然后我呢成为这个团队的，就我来带领团队，但带领的时候我也在做，团队越来越大。一个质变过程就是你在管具体的人，和你在管人是一个过程架构，这个可能是一个区别。好的管理者他其实是一个简化抽象问题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习惯和科研没什么区别，我们科研也是这样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产生了挺大的影响，好像远远超出了就是一个企业的研发部门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可能性。开始那个指导思想是什么？
对，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包括盖茨啊，包括开复和我啊，都是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讲要吸引人才，要培养人才，那这个培养人才当然很重要，也是要做好的一流的研究，开放的这个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做的研究呢，都是要可以发表的，让大家都可以受益的。那你们就比如说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企业利益和这种公共福祉之间，它肯定需要平衡的。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两个东西其实是相对一致的，因为当年建这个研院的时候，盖茨也是希望你们做的东西是开放的，但是同时的话呢，你做的东西产品部门最好能用另外就是我们很注重和高校的合作，来了之后就成立了一系列的联合实验室，包括咱们清华，包括中科大、北大、北航、交大。是几个人来到北京开始做这件事的？对，初创的时候可能有4、5个人吧，像开复我沈向阳还有几个就是负责比如说产品转化的。那后来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多了。发展有几个阶段，一个是从中国研究院发展成为亚洲研究院。然后又发展成为微软亚太集团，对，因为亚太集团就不仅有研究了，然后也有产品的开发，产业的合作，所以这个就比较大了，现在应该有8000多人，这也有点像是个创业过程当时微软公司包括盖茨本人对我们一个十分的支持，第二点就是你们做什么都行，我给你提供。基本上所有你需要的这个资源的条件，做这个公司的布局的时候，对，把方向放在了什么位置？最终我们根据回来的这些领军人物，定了3个方向一个就是新一代的用户界面，包括语音自然语言就新一代的用户界面。第二个就是新一代的多媒体。这个包括图像、视频，后来当然我们又加了一些方向但这个是我们2个最重要的方向。有哪些是这个微软研究院做出来的东西影响到我们使用的？现在用的就是有 PC 在 PC 上面的那些视频的播放、视频的传输，然后包括在这个 Windows 里面一些界面。游戏 X 里面可以去交互的那个一些具体研究，然后包括后来人工智能算法，所以微软研究院是做了很多很突破性的这些工作，大家都在用另外就是给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呢有些是创业了，有些是在大厂里面做 CTO， 有些呢是这个大学里面的科研的领域人物，这个包括现在咱们清华。我组建的这个 Air 智能产业院，我们有好多是当时培养的人，对，1半人是从微软研究院出来的。在中国做研究院的话呢，也培养了一种文化也培养了一种方法论，让他们学会怎么做研究。同时，我们和高校合作，高校呢也借鉴了当时微软研究院的这个氛围吧。所以我觉得，对国内的整个计算机领域的科研的本身有一个。它既像是一个创业公司，又像是一个研究型大学的这种做法，也是自然形成了这么一种格局，还是你们有意识、有意为之的？我们有意识打造的，我们希望还是能培养出一些人才来。这里面所有人的话呢，他有2个使命，一方面为公司，一方面呢是为这个整个国内的计算机的科研，这2个使命是一致的。当时有不少的人，他们其实准备去美国了，由于有研究院，然后把他们留住了，起了一个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一个作用。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国内的很多大学建了一些联合实验室，产生的一些成果，你们微软就是当时的微软是放弃了知识产权，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学校和企业合作的时候，就关于这个专利的问题这个技术本身的保密问题比较复杂，所以当时我们
做这个长征计划成立研院、成立这个实验室的时候，我说把问题简化，咱们做的研究都是开放的研究，啊，我们做的研究都可以发表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如果有的话呢，就归学校，这样合作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教育部的特殊贡献奖，那个是因为什么？是由于长征计划，2003年底，微软决定给我调到总部，担任这个全球副总裁，那么这个时候就在我离开前呢，教育部专门就设立这个奖，这个奖原来也不存在，所以我还是挺感动的，感谢教育部对我的认可。回微软总部的时候有一个送别的仪式这个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去参加了那个仪式。是的，对，我也特别感动，因为他热泪万击，他讲了很长的一段话，然后他后面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个信我今天还保留着。那信里面讲的就更多说你们来到中国呢，这个研究院呢做的事儿不仅仅是研究院自己有成果，也对整个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都有一个很大的贡献。然后呢，说希望你们以后能也多帮中国的孩子们。这个长者对我们的一种期待，我特别感动。后来就是李开复离开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就是您自己这个执掌这片事业。对。当您自己独立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您的考量有些什么？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一开始研究院是，开复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创立的，共同创立的，所以整个这个文化整个包括管理的机制都很自然，所以我当时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做得更大一些，更好一些，就是我把它从中国研究院，然后把它呢发展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所以我们在亚洲别的国家也有更多的学术的合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个领域呢都培养了一批人，我们就是大量的实习生。实习生到那儿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他们一方面当然贡献，另外一方面学了很多东西，在人工智能领域、互联网领域，一些杰出的人基本上都有过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经历，或者工作过，或者做过实习生。那相当于中国这个计算机领域的黄埔1期、黄埔2期是这样。是，对，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比如说现在把当时的那批人拿到国内，成立同样的研究院，那影响力肯定不会比当时更大，因为当时正在中国需要这么一个研究院，需要这批人。您从微软中国研究院离开回到美国，当时是去做这个移动业务是吧？对，做的非 PC 的移动操作系统，Windows CE 还有 Windows Mobile。从现在来看，微软的移动业务是不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微软在移动时代其实是没有赶上那一波。对，其实是做的不好，这也是一个遗憾了。就我当时回去是负责嵌入式，但是移动是其中的一块了。其实呢，在我这个离开被调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就是嵌入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移动的操作系统是全球第2，但这个是在安卓和 iOS 之前。iOS 是2007年，安卓是2008年。我负责的时候是2004到2006年。做的时候，安卓和微软还没有。安卓和苹果还没出，对。假设那个时候就顺着这个趋势做下去的话，那就不一定现在的格局是怎么样了，是吧？微软还是做下去，但是没做成，最后输给 iOS， 输给安卓了，对。但在历史本来就已经发生了。其实Windows Mobile 或者 Windows Phone 后来在技术方面可能比 iOS 比安卓要做得好，也更早。但是呢，在战略方面有些失误，在该开放的时候没有开放，然后当时也不相信这个 APP 这个生态，当时还是更多要做 Web 这个生态，这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再次回到微软的时候，和之前使命不一样吗？我第2次回来是2006年，当时组建，一开始我们叫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又把它变成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对，这次使命就是要做产品，要把中国打造成为微软
在海外最大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基地。因为一个公司最重要还是产品，是吧？那时候当然微软还有遇到一个实际的因素，就在美国竞争太激烈，有段时间招不到最好的人才。由于微软研院的成功，在中国的成功，然后知道中国人才质量也高，规模也大，所以说呢，希望这面变成一个人才的基地。从2006年到2014年，8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的确成为微软在海外最大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基地。那产生了什么划时代的产品吗？对，那个时候其实微软的产品，全球的产品，很多都有就是中国的贡献。也比如说当时的 MSN，当时的微软的云，微软的包括人工智能的产品，包括 Windows Office 都有。2008年您入选了改革开放30年海归推动中国10大人物。那从78年改革开放元年吧，考上大学，到这个2008年成为这个10大人物之一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我觉得也是对我回国，在国内工作的一个肯定，人被认可的时候都挺高兴的。这个时候就微软已经开始布局人工智能了，是吧？对，微软人工智能其实做了很多年了但人工智能的这个本身不断的发展，像0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深度学习还没有成为主流。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的研究院，包括一些产品部门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以及开发产品。那这个和您后来做人工智能之间已经有一些联系了，是吧？就是有一些联系，但是主要是在做微软云，云上面已经有不少人工智能的这些工具和产品，大家都在使用了。但那时候人工智能的产品更多是，相对是所谓的小模型或专有任务的这个，和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和现在的这个更通用的这个 AI 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您在云上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后来在2010年两会期间，作为11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提交了一个应及早制定和部署国家云计算战略的这么一个提案。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对，当时的话呢，就是我就认为云计算是下面10年甚至20年最重要的一个平台。然后看到国内的话呢，就这种行动还比较少，可能一些公司开始在筹划，但是呢，我觉得整个的产业包括国家可能还没有看到云未来的重要性，所以我就有一个提案。这里面其实有几个部分，一部分讲云然后云呢作为未来 IT 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另外一部分是讲这个大数据的，就讲要去打造数据中心，因为云重要的还是要有数据，是吧？那个时候 IT 的更多还是服务器。那云计算呢，就是说我把这些东西都抽象出来，然后呢变成一种公共的能力，你的数据你的这个存储计算都像水和电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企业就不需要有买那么多服务器了，然后你呢就接上互联网，对吧？然后呢插上电，然后你需要有多少资源就有多少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是 CPU， 可以是现在它是 GPU，然后可以是这种快速的存储，可以是很多的数据，也包括后来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你企业里边就变得越来越简单了。您是给国家提的提案，国家讲说你要尽早部署这个，为什么要把它提到一个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但在中国的话呢，就是国家的政策的导向然后十分重要，也包括比如说当时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科技园，然后有很多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它都去自己买服务器再去部署，是很重的也很贵的。这个时候如果能用云的这种方式，他们都可以共享资源，也不需要自己花很多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因为这个大的趋势在美国已经开始了。美国有一段时间的中小企业，它一成立，它用比如说不是百度这个微软的云，用亚马逊的云做这件事儿已经开始用了。在国内的话呢，云计算落后的时间比较久。这个提案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更多是理念方面嘛，就是让这个国家去重视这件事儿啊。现在当然中国云做得很好，现在但这里面这就是市场的力量，阿里云啊，腾讯云啊，百度云啊，然后包括这些电讯公司的这些云啊，现在中国的云是全球第二大市场。那在微软的这个职业生涯，应该是您职业生涯当中特别重要的一段，是吧？对，我在微软停了差不多16年吧，从98年年底到2014年年底，差不多16年的时间啊。微软给了您什么？您给了微软什么？微软对我来讲，是我就是职业生涯成长时间最长，也是成长最快的一个时间。去微软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纯技术人，做研究的。离开微软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这个可以管任何一个大企业，我对产品、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感知。具体的贡献，比如说这个亚太研发集团研究院人才方面技术发明方面科研方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觉得个人是提升很多。那我给微软的，也是微软给我的一样对。那您给微软留下的是什么？我给微软留的就是这些人才留的是一些研发的成果留的是这个布局。我觉得微软对我工作也很认可，我也很高兴。直到现在，我和微软的这些同事们经常在一块儿就是微软有个导师制，好像盖茨曾经是您的所对谓导师。对，有差不多。就我在微软，在总部那段时间，他是导师，所以每个月我们有一个单独见面的机会后来您离开的时候，跟他有交流吗？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盖茨已经不是 CEO 了，所以我其实走的时候并没有给他说，我是离开之后给他写了个 email，跟他说了一下，然后后来不久我们正好在博鳌论坛就见面，这个晚上我一块吃饭就聊了这事儿对，我觉得他还是挺支持，他也很理解因为就盖茨这个人是一个心胸很宽阔的人包括当时成立研究院，他肯定他希望这个对公司有益，但他希望也做一个对产业对社会有益的一件事儿。他看的这个格局绝对不是微软一个公司他看到的是整个世界。离开微软到加盟百度，作为百度的总裁，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就我有一个习惯，就每5年的话呢，希望做一个不同的事儿。在微软，我觉得就是我该做的事儿差不多了。当时还有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他们希望我再回到总部去。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在国内继续待着。百度的创始人对我们一直都很熟，然后呢，他其实很多年都希望我到百度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百度希望进入新的业务，希望我来管这件事儿我特别享受从0到1这个过程，团队产品方向客户都可以自己去。所以我说那个为什么呢？我好像一直在潮头，好像跟您这个。所以我在百度也是5年，其实我每换5年基本都是从0到1开始。但是您换的这个事情好像也都压在了那个潮头上，是吧？就像到百度，是主抓了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嘛？对，包括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我们云 AI、Big Data 和 Cloud、ABC 云、智能芯片，还有无人车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有意思。这个无人车是不是显示度最高的一件事情？对，无人车因为大家都很关注但是呢，无人车真正要成为一个产业有商业模式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可能做得太早了可能更晚点烧钱会烧少一点吧，但这个时间也是很难把握的。这些所有的业务都是人工智能所驱动的没有人工智能这些东西都没法做成所以它其实是对人工智能整个它的本身的能力和它的落地对产业的影响的一种具体化。2014年您到了百度，其实可做的事情也很多。当时的思考过程是怎么样的？我放弃什么，重点投入什么？ 2014年的时候，主要在最
最重要的事儿是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呢，就深度学习，对，就是深度学习的第一个浪潮刚刚开始。其实我们都蛮清楚，就人工智能一定是会成为一个大的主流，只是时间的问题。祝公司的未来在 AI 上面，这个很清楚，只是怎么和业务结合，具体先做哪件事儿，这个进展的幅度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比如说在我去之前，百度已经成立了深度学习实验室，已经有很多布局了，并不是我去才开始做人工智能的我其实很早就讲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变革的、最重要的技术力量。既然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清楚通过什么路径是吧？什么时候开始？那您到了百度之后是怎么考虑这件事情的？一开始，也是一张白纸嘛，所以我们当时尝试教育医疗金融都很多垂直业务，很国际化，很多新的业务。但真正百度的基因还是技术包括我们大型的这个云计算的基因，因为百度本身就是个云，它的搜索需要很多的数据，它算力的算法，它需要很大的这个是系统和架构，这个正是云所需要的，所以当时我们说希望把云变成一个业务，然后后来呢，开始做人工智能需要芯片，所以我说我们芯片需要变成一个业务。然后所以我们都是这样一点一点起来。对云的这个关注可以持续到您跨了一个公司，到了百度，还继续再往前走。现在这整个的 AI 就在云里面，大模型云里面，大型的数据中心、数据算力这些东西都是一致的那后来开始做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是怎么一个选择？我没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些研究了。然后后来呢，我们也是决定把它变成业务。一个阿波罗的平台然后上面推出这个Robotaxi， 就是萝卜快跑。如果没有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在讲人工智能有三种形态有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这个生物智能。在信息智能上面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有现大模型。在物理智能呢，最重要的应用、最大的应用就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也是机器人，它是开车的一个机器人然后在这个生物智能最重要的领域是新药的研发是大健康。目前的自动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过程当中哪些技术难点是您带领团队一起去克服的，然后一直走到了现在？当时我们阿波罗团队刚成立的时候呢，给他们提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安全人工智能呢可以使我们的安全系数提高10倍甚至上百倍甚至更高但是我呢说我们当这个机器人工智能无人车开的比有人开车安全高10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个差不多是多少7年前8年前的时候做的最好的企业百度谷歌，就这个数据差不多都超过10倍了。但这里面呢，它也经过好多阶段。那最重要的是这几年在人工智能，比如大模型方面的这个突破，我们可以一个收集很多数据，一个可以产生很多人工合成的数据，可以做这个模拟。对，百度那首先有这最重要的一开始还是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突破了。包括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怎么融合这需要什么样人工智能的算法那一开始都一大堆模型规则都比较多，所以整个这个系统十分复杂。后来这个人工智能算法变得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框架变得就特别的简洁。我一直在讲要简洁才行，对吧？现在比如端到端的这种大的一个模型，我从输入感知到我规划决策，最后中间没有太多的这个损失。这个链条越短，那你的损耗越小，对吧？从理论上，我们是可以信任无人驾驶。对，当然，理论上，你比如说我们人类驾驶，90%几都是人为的错误，这些错误机器是不会犯的，对吧？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主要看眼睛看，那它的机器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官，它可以通过激光雷达，它可以通过毫米波雷达，它可以红外线当然也可以通过视觉，各种各样的，它可以收集到各种各样的数据。就人眼睛只能看到一定的视野，是吧？那个可以看到更多的视野。它的传感也是更丰富，而且比如说它也可以做车漏协同，它可以知道别的车的信息，知道交通的信息，它知道灯的，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前面被别人挡住了，你眼睛看不见，但它用各种视角，它让你可以看见，所以我觉得机器是有许多优势的。特别是以后如果都是机器开的话呢，更有优势。对，你对面那个车上也是自动驾驶的话，大家就互相都知道了。最难的是，就是这个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各种东西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是稍微难一点。既然安全10倍，那为啥不赶快用起来呢？那障碍是什么？我觉得政策法规方面在很多的考虑，它商业模式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我自己认为呢，就最重要的技术难关已经克服，那么到2030年的话呢，它可能有10%的车就会是无人驾驶。它会是一个替代过程，就像电动车和那个汽油车一样，这样逐渐替代的过程。逐渐替代。我代表普通人来想为什么我们对于无人驾驶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就是觉得它不如我们人操纵的更安全。对，这一开始都会有一点点恐惧的心态，是吧？一个车上面没有人，对，本来是有司机的，现在没有人，你感觉到没有可控性或者你自己开车。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试2次，第一次有点害怕，有点好奇，第二次觉得，然后之后你一定会选择无人车的。旧金山已经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他们现在居民首选都是无人车。它的无人车已经超过它的出租车了。在北京的话呢是测试了，现在武汉是整个城市都可以做。这中间从大家觉得不可能，连比尔盖茨都觉得不可能，到后面变成可能，中间那个关键节点是什么呢？我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一定是可能，我时间想得太短。关键的节点就是人工智能算法和技术的发展，这中间没有一个突变的时候，这个都是一点点往前面走积累的，所以它必定是一个前瞻性的一种决策提前布局了，你先走着，然后它也技术也一起发展了，就水到渠成了。那假设有的公司希望说，等到那技术发展到了，我们再开始做，那可能就没你的了，是吧？其实也可以生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几种公司，有3种公司，一种公司呢，它就是完全探索和创业创新型的，对，他跑在前面，然后像比如说Elon Musk 的公司，他就是个开创型的人，像苹果早期在 Steve Jobs 这个时候，包括我觉得微软也是，谷歌也是，在国内我觉得这个百度也是。还有一种公司呢，他就说我等技术成熟之后，我把产品做好，对吧？我服务。这个更多的人，我把产品做特别漂亮，这也可以。过去苹果是开拓型，现在它更多是个产品型的公司。我们中国这样的公司其实挺多的还有第三种公司什么都不做，我就是卖东西，我代理东西也存在，这都或者做服务，这个都可以生存，就是看你自己定位什么样的公司。